果然，人类对JoJo的开发不足1%，原来这些才是JoJo真正的名字。本期文案由神速撰写，迪奥剪辑。首先是幻影之血，其实应该叫富二代欺辱有志青年。众所周知，我们的吊爷入赘乔家大院是生活所迫，结果被大乔一顿暴打。迪奥可是以第1的成绩在法律系毕业的，而且非常绅士，这难道不是有志青年吗？反观大乔，吃个东西还能打翻酒杯。迪奥が来てからお前を甘やかしていたのを悟った。親として恥ずかしい。最终迪奥被打的就剩个头，至于第2部则是街头流氓捕杀珍稀原始人。先说这个街头流氓是怎么来的，有请当事人二乔街头公然所吻无知少女，还有名场面锁孔看妈，哪怕不知道这是妈，肯定是老师啊。说老东西是个流氓不过分吧？至于那几个助直男，可以说世上就那么几个了，妥妥的珍稀原始人，结果被二乔一个个打爆，哪怕卡斯进化成究极生物，谁也杀不死，也不耽误二乔送他去太空思考人生。接下来的第3部星辰斗士，又名不良少年殴打100岁老人。众所周知，鳗鱼强只在母亲和丽眼中是个好大儿，实则是地地道道的不良少年。吃霸王餐，喝酒，暴打狱友，还赌博，先赌兄弟后赌娘，日本赌王成太郎。至于迪奥，活了差不多100多年，所以被不少粉丝称为100岁老人。结果在埃及街头发生了刑事案件，鳗鱼强痛扁迪奥这个100岁老人，并活活将对方打死，太惨了。接下来的不灭钻石应该叫不良少年殴打平静上班族。仗助虽然表面看上去温柔，但一天到晚的打架滋事，而波良 K 应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替身能力又弱，可以说是最没压迫感的 BOSS。结果被牛粪头带着挂逼鳗鱼强以及绝对控制康一大聪明一太揍的再起不能，幸亏是被救护车压死，要不然我都不敢想波良 K 的结局有多惨。第5部黄金之风应该叫邪恶员工群殴老板。先看带头的蓉蓉，靠坑蒙拐骗起家，黑心出租车司机不仅收康一双倍车费，还抢了对方的行李，他的人生目标也非常另类。之后策反热情组织成员群殴老板迪亚波罗，最惨的 BOSS 估计就是这位了。蓉蓉开挂觉醒镇魂曲，让他永远无法达到死亡的真实，就是一直重复死亡，但又死不掉。谈话间，老板又死了一次。第6部石之海是罪犯伙同狱友殴打神职人员。第6代JoJo空调徐伦是个飙车党，还偷车，被关进监狱后竟然不忘奖励自己。师傅本是想引众人走上正途，结果徐伦把挂逼爸爸摇来了，联合一群罪犯，让神父吸纯阳领了盒饭。第7部彪马野狼又叫铁蛋狂奔，不过真正的名字应该是自私自利死瘸子，殴打爱国大总统。最后的第8部是邪恶4单人殴打良心水果商，还抢了人家对象。还有王法，还有法律吗？现在最新的乔迪奥更是逆天，理解了黄金精神的内核，看见黄金就精神。好了，以上内容纯属玩梗恶搞，各位教主剑下留情啊。